7月20号，在印度首艘国产航母即将服役的前夕，印度海军现役唯一的航母超日王号又着火了。大兵为什么要说3个又呢？因为在服役的9年之内呢，有公开报道的舰上火灾已经发生了3次之多，没有公开透露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呢。那么究竟是印度海军的问题呢，还是这艘航母本身有问题呢？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印度的超日王号航母。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艘航母的由来。超日王号是印度唯一现役航母，原为苏联戈尔什科夫元帅号航母，经过现代化改装之后，在俄罗斯2013年11月正式交付给印度使用。改装完成的超日王号排水量达到了 4.5 万吨，长 283.5 米，最宽处 59.8 米，最多可以搭载30架舰载机，舰载人员可以达2000人。最近一段时间，航母在印度媒体和网络上话题不断，其原因呢，首先是印度海军在7月10号宣布，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完成了第4轮海试，即将正式结束海试阶段，准备在8月21号交船，8月22号正式服役，使印度重返双航母的行列。再加上今年8月15号是印度独立75周年的大日子，所以航母作为大国重器，自然也成了热门话题。但印度全国期盼的海军官宣内容呢，却并不是新航母维克兰特号完成海试的好消息，而是现役航母超日王号着火的通告。这一通告呢，也引起了各国军迷纷纷以又着火来调侃这艘航母。因为不管是现在的超日王号，还是它的前身戈尔什科夫元帅号，从建造完毕之后呢，就是一艘问题多、火灾频繁的老兵号了。最初超日王号是苏联基辅级航母的最后一艘航母巴库号，曾在1978年开始建造，计划1982年下水。但是当时的苏联呢，因为硬软件系统升级上的设计缺陷，导致建造周期不断延长，整整推迟了5年多的时间，直到1987年12月才勉强建成服役。而在1992年，因苏联解体改名为戈尔什科夫元帅号的巴库号状况不佳，丧失战斗力，早早地开进了码头维修。在维修过程中，这艘航母也迎来了第一次火灾。紧接着就是1994年，它又发生了第一次锅炉爆炸。当时的俄罗斯是相当的郁闷呐，这个老家伙也太不靠谱了，不修了。随后便传出戈尔什科夫元帅号将赠送给印度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可把当时的印度海军给高兴坏了。不过此时呢，他们呢并没有意识到已经进入到俄罗斯的销售套路之中。2004年1月，急于恢复双航母配置的印度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俄方将其改装成印度航母超日王号。虽然当时报道称改装呢只花费了23亿美元，但是一些相关人士曾经透露，实际消耗的金额高达110亿美元之多。这个金额呢，在当时都快赶上重新建造一艘航母的价钱。那么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呢？原来在2012年6月改装期间的超日王号呢，就发生了第2次锅炉爆炸，总共就8台锅炉被炸毁了7台。那这可不就是得继续花钱吗？终于2013年11月16号，这艘老病号终于交付给了印度，随即呢也成为了印度海军的旗舰。不过让印度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手里超日王号的事故还是不断。2016年，超日王号发生了罕见的恶性气体泄漏事故，导致2名舰员死亡。2019年，迎来在印度服役期间的第一场火灾，导致1名军官死亡。2021年5月，第2场火灾发生，所幸并无大碍。由于设计改装上的先天不足和维护保养上的后天问题，发生第2次火灾的超日王号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大修和改装。至于7月20号的这一次嘛，正是大修后的第1次出海试航，结果呢是又火了。根据印度海军的官方通报，舰员使用舰上消防系统及时控制住了火势，万幸这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搞不好呢，这次还得拉回去接着修。以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超日王号航母自从被印度迎回家门，至少已经发生过4次较大的故障，而没有公开透露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这个事故的概率和其他大国目前在役中的中大型航母相比，事故发生的次数实在是太高了。大家都知道，只要是机械，那就需要保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超日王号已经在印度服役了9年之久了，期间居然一直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入屋维修过。
咱们以冷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维修周期为例，一艘航母在海军官兵手中会经历一个18个月的使用周期，其中呢6个月是部署状态，随后航母会回到船坞做一个为期几个月的基地级维修。这个维修的时间呢会因为航母的不同，周期有长有短，从3个月到2年不等。随后完成维修的航母交还给海军官兵，形成一个循环。大概来说呢，这个状态就和我们开车一样，买的汽车呢会有一个建议的保养里程，当你的车开到一定的公里数之后呢，就要把车交给 4S 店进行周期性的保养工作。而超日王号自从俄罗斯改装完后，千里迢迢的开回来之后，没有一次的入屋维修维护的记录，并不是说超日王的船体和改装质量非常好啊，而是印度根本就没有合适超日王号的船坞。到目前为止，印度只有科钦造船厂拥有唯一一个中大型船坞，可以容纳4万吨级的航母进行入坞施工。但是这个船坞呢，平日里必须完成大量的民船建造和检修，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为超日王号提供日常的小修和中期大修。甚至印度国产的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建造期间呢，都被同一个船坞给请出来了3次，可想而知这个船厂是有多忙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汽车是需要保养的，毕竟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连续跑个10年还不换机油不保养的神车。不过超日王号呢，就属于服役9年都不换一次机油的神船。当然了，这里大兵说航母不换机油啊，只是一个比喻。至于航母日常需要维护保养的地方，那可比汽车要复杂的多了。单从这一点呢，就能明白为什么超日王号能够如此高频率的出现火灾等严重事故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超日王号是在基辅级航母第4艘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而基辅级航母设计于1970年代，距今已经超过50年了。在当时还没有密布于全舰的烟雾感应系统，也没有无处不在的自动灭火系统。即便后来俄罗斯对其进行了升级改造，也只是在部分甲板上增加了喷淋消洗设施。但是由于旧船体的限制，这类系统呢并没有在全舰安装，最多只有在一些重要的部位加装了临时的设备和管路。对最容易升级的飞行甲板都应付了事，那就更别提内部上千个密闭空间了，肯定是能省则省，反正不是自己用嘛。所以没有按时保养和舰上的综合消防设备先天不足，这些都是超日王号动不动就发生火灾的根本原因。从2020年之后的这2年中呢，在超日王号上发生的火灾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大兵认为印度海军的双航母计划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目前印度所谓自产的维克兰特号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服役。虽然服役仪式早就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具备在8月15号进行，但是截止到目前，维克兰特号只进行了3到4次的简单海上测试，并且印军还从来没有在上面正式测试过任何的固定翼舰载机，只在上面起降过轻型直升机。如此匆忙就宣布正式服役，大兵认为这是相当不靠谱的，说不定还会出现不可预知的情况发生。而就算维克兰特号宣布正式服役，上面到底要部署什么型号的舰载机，至今呢印度方面也没有落实。如果他们从头进行招标，或者选择阵风 M 或者是 FA-18EF 超级大黄蜂当主力舰载机的话，那么没有5年的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实际上的上舰部署，甚至今后10年内能不能形成可信的战斗力都会是一个疑问。那么再退一步来讲，如果印度彻底不考虑维克兰特号目前和未来的实战能力，只把它当作表面上存在的航母来部署，也就是长期处于有舰无机的状态，或者只是搭载少量的舰载直升机做一个空架子，那么印度的第一个双航母编队也同样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超日王号已经成为了一艘不折不扣的麻烦军舰，所以印度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航母大国梦提前寄托在国产航母身上。不过纵观印度在航母上的发展，大兵看来真的是不太顺利。印度早在独立前夕的1947年1月，就由海军起草了一份印度航母编队方案，计划从英国购买2艘二手航母和3艘护航驱逐舰。虽然当时他们的方案设想得很不错，甚至连航母的舰名都已经起好了，但唯独忘记了当时的印度并不像现在一样财大气粗。于是在1957年，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只购买了英国二手航母大力神号，并由英国代为改装。
也就是印度史上的第一艘航母维克兰特号。1961年3月4号，维克兰特号顺利在印度服役，因此也成了二战后首个拥有航母编队的亚洲国家。曾在1971年第3次印巴战争中，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编队切断了西巴和东巴的海上通道，并且支援陆海军对东巴沿岸目标实施了战略打击，成功帮助印度肢解了巴基斯坦。但是维克兰特号逐渐老化，尤其是它所搭载的海鹰舰载机在英国早已经停产，所以印度不得不将这艘航母改造成了搭载英式的海鹞垂直短距起降战机的滑跃甲板航母。同时也在1986年决定引进曾经参加过马岛战争的英国旧航母竞技神号，改名为维拉特号。尽管这个维拉特号呢是一个1959年服役的老舰了，但是它经过英国多次改装，性能在当时并不落后，并且还经受过马岛战争的实战考验。而这艘老舰的服役，再加上已有的维克兰特号，让印度在1987到1997年间成为亚洲唯一双航母海军。1997年1月31号，二战老舰维克兰特号的退役，让印度海军恢复了单航母。为了恢复昔日的荣光，他们不得不委曲求全，迎回了超日王号这艘老兵号。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单买其他国家的老家伙那是肯定不行的。于是在20世纪末，印度就开始走向了航母国产化的阶段。2005年，印度高调举行了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开工仪式。为了纪念自家的第一艘航母，这艘国产航母被命名为维克兰特号。然而新的维克兰特号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各种问题，直到2009年2月28号才正式铺设龙骨。经过4年多的建造顺利下水，但直到2020年12月，印度才宣布完成机电设备的调试，2021年8月开始海试。而这个时间呢，比印度预期的2010年交船晚了至少12年。也因此，维克兰特号成为了世界海军史上建造周期最长，但总算是建成了的航母。尽管印度对外宣称这艘航母呢有着70%的国产率，但实际上从主机、雷达电子设备到舰载机、防空导弹，基本还是严重依赖进口的。至于这次超日王号的再次着火，也只不过是印度在航母发展上的一个小波折而已。虽然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还没有顺利服役，最后一艘进口航母超日王号也继续维持着老病号不可靠的战力，但是印度的第二艘国产航母维沙尔号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将其迫不及待地列入了规划。至于那时的维克兰特号，甚至都还没有完成过第一次下水。更为离奇的是，原本维克兰特级2号舰的维沙尔号，在此后的11年里不断增加了排水量，从最初的45000吨增加到65000吨，舰载机的起降模式也从最初设计的滑跃起飞升级成了电磁弹射起飞。不过不管是电磁还是蒸汽弹射起飞的技术，印度都还没有掌握。不仅如此，至于维沙尔号究竟搭载哪一款舰载机，目前都还没有确定。根据目前印度军方的最新消息，他们打算同时采购国产的光辉、美国的 FA-18EF 和法国阵风这3种舰载机来分散风险。但是大兵看来呢，这是印度负责采购军备的一些人又打算吃回扣了。而回到印度同时采购3种舰载机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呢，对于原本就以管理混乱、事故频发和后勤维修能力差劲的印度而言，同时装备几个国家的一线战斗机，那绝对是一场噩梦。总的来说，在超日王号一次又一次着火，同时国产维克兰特号一次又一次反复上下水的过程中，成功证明了在一些技术尚未掌握的情况下，一味的追求先进装备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有想看的武器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咱们下期视频再见。